你在魔教长大，一身邪气，对外只说你是我们收养的义女。至于你那个魔教的孽缘，还有你那些不三不四的徒弟，绝不许他们踏入京城半步，免得脏了将军府的门楣。我爹，镇国大将军顾振雄，一身铁甲卫械，煞气逼人。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在看失散20年的亲生女儿，倒像在审视一个从敌营抓回来的俘虏。我平静地看着他，20年，我在刀山血海里爬出来，执掌魔教，早已心如磐石，这点嫌恶还乱不了我的心。站在他身侧的是我那素未谋面的亲哥哥。少年将军顾晨，他将一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弱女子护在身后，那女子穿着一身云锦，珠翠环绕，与我这一身风尘仆仆的粗布衣形成了鲜明对比。顾晨满眼敌意地瞪着我，我只认雪儿一个妹妹，你这个妖女，休想伤害她。我认得她，顾清雪，那个占了我身份20年的假千金。此刻，她从我哥身后探出半张脸，怯生生地看着我，眼里的泪要落不落。姐姐，你别怪爹和哥哥，他们也是为了将军府好。你刚回来，以后雪儿会好好教你规矩的。她声音软糯，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可她藏在广袖下的手却死死攥着，指甲都快嵌进了肉里。那双看似无辜的眼睛深处是淬了毒的嫉妒和戒备。我懒得理会她的表演，淡淡地点了点头。好，顾振雄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的如此干脆，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皱了皱眉，似乎对我的顺从很不满意，仿佛我该哭闹，该质问，才能满足他高高在上的施舍感。顾晨更是冷哼一声，算你识相，但你别以为答应的爽快就是安了什么好心。我警告你，雪儿心地善良，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哦，我轻轻应了一声，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这声哦，大概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怒火。顾振雄脸色铁青，一挥手，像打发一个碍眼的下人。管家，带他去清辉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踏出院门半步。我转身，没有丝毫留恋。清辉院，我听过，是将军府里最偏僻、最荒凉的院子，据说以前是用来堆放杂物的。管家领着我穿过雕梁画栋的回廊，一路走到府邸最深处的角落，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满眼都是极稀的荒草和角落的蛛网。大小，哦不，义女小姐，您就先在这里住下吧。管家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扔下一床发潮的被褥，转身就走，仿佛多待1秒都会脏了他的鞋。我不在意，这里安静，正合我意。刚坐下没多久，顾清雪就带着2个丫鬟来了。她捧着一堆她穿剩下的旧衣物，还有几件光泽暗淡的廉价首饰，做出一副体贴入微的模样。姐姐，你刚从乡下，哦不，刚回来，怕是穿不惯府里的锦缎，这些是我挑出来的，料子柔软些，你先穿着习惯习惯。她将东西放在积了灰的桌上，语气里是藏不住的优越感。这些首饰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在外面也算体面了，你别嫌弃。她期待从我脸上看到受宠若惊，或是自卑羞惭。我只是平静地拿起一件衣服，抖了抖上面的灰尘，叠好。多谢妹妹。我的反应让她愣了一下，随即那点戒备就彻底消散，化作了然的轻视。在他看来，我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野丫头，给点残羹冷饭就该感恩戴德了。他满意的笑了，觉得已经将我牢牢踩在脚下。姐姐喜欢就好，那我先不打扰你休息了。顾清雪前脚刚走，我便从怀中摸出一只通体漆黑的玉哨。这玉哨飞玉飞时，触手冰凉。我将它放在唇边，吹出一个没有声音，只有内力震动的诡异频率。片刻后，一只羽毛漆黑如墨的怪鸟从天而降，无声地落在我的窗台上。我取下他脚上的信管，里面空无一物，这是我和徒弟们的暗号。信管为空，代表一切安好，按兵不动。若里面有东西，哪怕是一粒沙，都代表我有危险。我抬起头，看着京城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不三不四的徒弟，孽缘，别急，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不三不四了。姐姐，过几日便是宫中举办的庆功宴，庆贺爹爹大破北蛮。顾清雪又来了，这次她脸上的得意几乎不再掩饰。届时京中权贵云集，陛下和娘娘都会亲临，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太子殿下也会出席呢。他一边说，一边用帕子擦拭着一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眼角的余光却始终瞟着我。太子殿下，我顺着他的话问，他立刻娇羞地垂下头，声音里带着一丝炫耀。殿下与我自幼相识，情谊深厚，爹爹说等这次庆功宴过后，便会请陛下为我们赐婚。他说完，又故作关切地看向我。姐姐，你刚回来，怕是不懂宫里的规矩，宴会那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免得冲撞了贵人，给爹爹惹麻烦。他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嘴脸，字字句句却都在提醒我上不了台面，而他是未来的太子妃。妹妹说的是。见我如此识趣，他眼中的轻蔑更深了。他觉得已经彻底拿捏了我，便心满意足地走了。他走后，我哥顾晨又来了，他像一尊门神一样堵在我的门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警告你，离雪儿远一点，她心思单纯，不像你，从小在魔教那种地方长大，一肚子坏水。庆功宴你最好安分待着，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别怪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客气。我抬起眼，看着这位血缘上的兄长，他满眼都是对另一个妹妹的心疼与维护，对我则全是戒备与敌意。哦，我又应了一声。顾晨被我这油盐不进的态度气得够呛，一拳砸在门框上，震落一片灰尘。他拟了半天，最后也只得撂下一句你好自为之，便怒气冲冲地走了。院子终于清静了，我从怀里掏出3枚造型古怪的铜钱，随手抛在桌上。第1枚刻着一根银针，第2枚刻着一柄断剑，第3枚
刻着一个算盘，这是我给3个徒弟的信物。我将那枚刻着银针的铜钱放在指尖，用内力轻轻一弹，铜钱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嗡鸣，然后归于沉寂。京城某间隐秘的药炉里，一个正在捣药的青年男子动作一顿，他放下药杵，从怀中掏出一枚一模一样的铜钱，铜钱正在微微发烫，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师傅进京了，看来有人活得不耐烦了。他对着门外吩咐道：传令下去，从今日起断了供给镇国将军府的一切军用伤药，尤其是那味龙血草，一片叶子都不许流出去。是，主人。同一时间，京城最大的销金窟听雨楼的顶层，一个正在擦拭长剑的男人眉头一挑，他手中的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他从剑穗上解下一枚刻着断剑的铜钱。师傅，他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兴奋。终于等到您了。他对着窗外吹了声口哨，一道黑影闪入。终于等到您了。他对着窗外吹了声口哨，一道黑影闪入。传我命令，派人去将军府切磋一下，我倒要看看那所谓的少年将军有几斤几两。遵命，盟主。而远在江南，天下第一钱庄四海通的总号里，一个正在拨弄算盘的富态中年人停下了手，他面前桌上的一枚铜钱正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他眯起眼，露出一抹和气生财的笑容，只是那笑意不达眼底。师傅有令，他对身后的账房先生道：去查查镇国将军府在我们钱庄的所有借贷和产业往来，从明天开始给他们找点乐子。账房先生躬身，明白，东家。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子上，看着院中那几株无人打理却依旧顽强生长的野草，觉得很有意思。顾家的人大概觉得我已经被这泼天的富贵迷了眼，只能在这破院子里顾影自怜。可惜他们看不懂，我不是在顾影自怜，我只是在等一场好戏开锣。将军府出事了，第一件是军中伤药被断了。我爹顾振雄有一支3000人的亲卫营，名为破虏军，是他麾下最精锐的部队。这支部队常年修炼一种霸道的横练功夫，威力巨大，但极易造成内伤，必须辅以一种名为龙血草的珍稀药材调理。可就在一夜之间，京城乃至周边所有药铺的龙血草都消失了，连带着其他所有军用伤药都停止了向将军府供应，源头指向了京城新近崛起的一家神秘药行——回春堂。我爹派人重金求购，被拒，派顾晨带兵威逼，结果去的人全被一股诡异的毒烟放倒，躺在药行门口口吐白沫，丢尽了脸面。顾振雄气得在书房里砸了一整套前朝的瓷器，没有龙血草，不出半月，他最精锐的破虏军就要沦为一群病秧子，这是再绝他的根。第二件是顾晨的少年将军之名成了个笑话，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戴着斗笠的神秘剑客，一夜之间挑翻了顾晨手下最得意的8大高手。那剑客甚至没出鞘，只用剑鞘就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最后那剑客在将军府大门上留下8个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顾晨气得当场吐血，闭门3日不肯见人。这8个字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整个将军府的脸上，让一向以武立身的顾家成了全京城的笑柄。第3件是将军府的钱袋子空了，顾家名下的绸缎庄、米行、酒楼一夜之间全出了问题，要么是管事卷款跑路，要么是仓库意外失火，要么是被查出偷税漏税，被官府查封。而最大的债主天下第一钱庄四海通派人送来了催款单，要求将军府立刻还清所有借贷，否则便要将其抵押的几十处田产庄园全部收走。短短几日，顾振雄焦头烂额，鬓角都平添了几缕白发。顾晨则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整日在府中咆哮，只有顾清雪困兽整日在府中咆哮，只有顾清雪还沉浸在他太子妃的美梦里。他觉得这些都只是暂时的麻烦，只要等庆功宴上陛下为他和太子赐婚，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届时将军府成了皇亲国戚，谁还敢来招惹？他甚至还有闲心来我这破院子里，名为探望，实为炫耀。姐姐，你听说了吗？府里最近出了些乱子，爹和哥哥都忙坏了。他一边说，一边整理着自己华贵的新衣。不过你放心，等过了庆功宴就好了，到时候我成了太子妃，一定会求殿下帮衬家里的。他看着我，眼中带着施舍般的怜悯。姐姐你真可怜，一回来就遇到这种事，不像我，有爹和哥哥疼着，还有太子殿下护着。我看着他满是得意的神情，笑了笑，真可怜，可怜的是你们，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却还一无所知。夜里，我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魔教的总坛黑木崖，我的夫君正坐在崖顶，擦拭着他那把从不离身的魔刀，崖下的10万教众正在演练阵法，山呼海啸。我猛地睁开眼，窗外月色清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有些想他了，不知道我的信他收到了没有？哦，对了，我没送信，我只是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的名字。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思念本身就是最烈的信。庆功宴这日，天还没亮，我那位高高在上的母亲镇国将军夫人终于第一次踏足了我这间破院子。她穿着一身雍容华贵的凤穿牡丹锦袍，身后跟着2个气势十足的嬷嬷。她敷衍地看了看我，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今日是宫中庆功宴，陛下特许何府参加，这是你的福气，要懂得惜福。她朝身后的嬷嬷递了个眼色，一个嬷嬷立刻上前将一个包裹扔在桌上。这是给你的，宴会那天就穿这件。她居高临下的吩咐道，语气不是商量，是命令。包裹打开，是一套裙子，颜色是那种老气的暗赭色，款式至少是10年前的了，料子也粗糙得很，一看就是府里下等仆妇都未必会穿的衣物。
身为将军府的女儿，哪怕是义女，一言一行也代表着将军府的脸面。他嫌弃的扫过我，警告道：那日人多口杂，你最好安分守己，少说话，免得闹出笑话，让整个将军府跟着你一起丢人。说完，他便带着人转身离去，仿佛多待1秒都会脏了他的鞋。我看着那件丑陋的裙子，笑了。他们这是想让我在全京城的权贵面前当一个彻头彻尾的丑角，来衬托顾清雪的明艳动人。用心良苦，我一言换上了那身衣服。铜镜里的人面色蜡黄，衣着寒酸。那身衣服，铜镜里的人面色蜡黄，衣着寒酸，眼神怯懦，活脱脱一个刚从乡野角落里逃出来的可怜虫。顾家人看到我这副模样，都露出了满意的神色。顾振雄冷哼一声，别过头去。顾晨眼中的鄙夷几乎要溢出来。顾清雪则亲热地上前挽住我的手，实则是在用她那华丽的云锦衬得我更加土气。姐姐别怕，跟在我身后，我护着你。她在我耳边低语，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笑意。到了皇宫宴会之上，我被安排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桌上只有一碟已经受潮的花生米和一壶凉透了的茶。顾清雪则众星捧月般坐在最显眼的位置，就在太子身旁。她穿着一身华贵无比的霓裳羽衣，接受着所有人的追捧与赞美，每一个眼神都带着恰到好处的矜持与高贵。酒过三巡，到了献艺环节，顾清雪想要将我彻底踩进泥里。她站起身，对着上首的皇帝和皇后一一拜。启禀陛下，娘娘，臣女的姐姐流落在外多年，今日初次参加宫宴，心中十分欢喜。她自小学了些乡间小调，想为陛下和娘娘献唱一曲，聊表敬意。此言一出，满座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这个角落，带着看好戏的嘲弄。乡间小调，在这种国宴上唱乡间小调，不是丢人现眼是什么？太子皱了皱眉，似乎觉得顾清雪此举有些上不了台面，但顾振雄和顾晨却露出了赞许的神色。在他们看来，这是彻底将我这个污点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皇帝似乎也觉得有趣，竟点了点头。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皇帝似乎也觉得有趣，竟点了点头。准了。在顾清雪志在必得的目光中，我缓缓站起身，走向大殿中央。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我能感觉到我爹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我哥那厌恶至极的目光，还有顾清雪那伪装在担忧之下的得意。我平静地望着他们，望着满堂权贵，然后我笑了。我没有唱歌，也没有跳舞，我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猛地弯下腰，张开嘴，噗，一口漆黑如墨的鲜血不偏不倚，正好喷在了大殿中央那块洁白无瑕的波斯地毯上。黑色的血迹距离太子殿下的金线绣靴只有不到3寸，血腥气混杂着一种诡异的甜香，瞬间弥漫开来。啊！有胆小的贵女尖叫出声，全场死寂。我抬起头，对着满脸惊愕的皇帝虚弱地笑了笑，然后双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在意识陷入黑暗的最后一刻，我听到顾清雪那因为极致惊恐而变了调的尖叫。有毒，她中毒了。没错，我中毒了，我自己下的毒，一种看起来必死无疑，但其实只会让人睡一觉的魔教奇毒三更梦。你们不是想让我丢人现眼吗？那我就给你们一场更大的惊喜。我醒悟了，跟这群蠢货玩心计太累了，不如直接掀了桌子，把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收场，闹到让我那个远在天边的夫君都不得不亲自来接我为止。整个庆功宴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太监宫女们尖叫着四处奔走，侍卫们拔刀护在皇帝身前，如临大敌。几名太医被火急火燎地传了过来，围着昏迷不醒的我，又是把脉又是翻眼皮，忙得满头大汗。最终，为首的张太医面如死灰地跪倒在皇帝面前。启禀陛下，这位小姐所中之毒，匪夷所思，臣等遍查医书，闻所未闻，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此毒霸道至极，恐怕撑不过1个时辰了。此言一出，皇帝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在他的庆功宴上，镇国大将军的女儿中毒垂危，这不仅仅是意外，更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他的目光如刀子一般射向跪在地上的顾振雄。顾爱卿，你给朕一个解释。顾振雄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告罪：陛下息怒，是臣治家不严，是臣的罪过。臣万没想到，这妖女竟敢！妖女？皇帝的声音冷得像冰。你的意思是，她自己给自己下毒，来搅了朕的宴会？顾振雄语塞，冷汗涔涔而下。他当然不信我会自己下毒。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是谁要害我顾家？顾清雪更是花容失色，跪在太子脚边瑟瑟发抖。他只是想让我出丑，没想过要我的命啊！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他就是那个把我推出去的罪魁祸首。太子殿下会怎么看他？满朝文武会怎么看他？就在这片死寂的绝望中，殿外传来一声高亮的通报：圣手鬼医应召前来为小姐诊治。鬼医！皇帝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和希望，满朝文武也发出一片哗然。鬼医，一个活在传说里的人物，据说他医术通神，有活死人、肉白骨之能，但性情古怪，行踪不定，千金难求一见。曾有王爷想请他为爱妃治病，被他一句心情不好，不治给顶了回去。今日他竟会主动前来，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注视下，一个身穿白衣、面容俊美却带着一丝邪气的青年缓步走了进来。他无视了跪了一地的王公贵族，甚至连看都没看龙椅上的皇帝一眼。他穿过人群，径直走到我身边，然后
在顾振雄和顾晨震惊的目光中，他单膝跪地，执起我垂落在地的手，将我的手背贴在他的额头上。这是一个极其古老而卑微的礼节。他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而虔诚的低语：“师傅。”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而虔诚的低语：“师傅，弟子来迟，让您受惊了。”随即，他站起身，从容地搭上我的脉搏。片刻后，他发出一声轻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大殿。三个梦而已，小把戏。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粒赤红色的药丸，不由分说地塞进我嘴里。然后他站起身，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面色惨白的顾振雄脸上。我的人也感动。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意。顾振雄被他看得心头一颤，强自镇定道：“阁下是鬼医，也就是我的大徒弟沈奇。”冷笑一声：“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起，回春堂与将军府的生意到此为止。”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补充道：“尤其是龙血草，你们一片也别想再拿到。”说完，他不再理会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的顾振雄，转身对皇帝拱了拱手，算是行了礼。陛下，人我治好了，至于这下毒的真凶吗？他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抖成一团的顾清雪。我想将军府自己应该比谁都清楚。话音未落，他拂袖而去，留下满殿惊疑不定的人和一个正在悠悠转醒的我。我醒了，我虚弱地睁开眼，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我这是在哪儿？茫然地看着周围。我这是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演得惟妙惟肖，像一个刚刚从鬼门关里闯回来的无辜受害者。皇帝看着我，脸色稍缓，但看向顾振雄的眼神依旧冰冷。顾爱卿，今日之事，朕需要一个交代，将你府上的人带回去，好生看管彻查此事。朕不希望再有第二次。是，臣遵旨。顾振雄磕头如捣蒜，连滚带爬地带着我们离开了皇宫。回府的马车里，气氛压抑得几乎让人窒息。顾振雄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要在我身上戳出几个洞来。说，你和那个鬼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会中毒？这一切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我蜷缩在角落里，抱着那件丑陋的衣服，瑟瑟发抖。爹，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鬼医，我不认识他。我的眼泪恰到好处的滑落，看起来可怜又无助。不认识。顾晨冷笑一声，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不认识他会为了你得罪整个将军府，不认识他会当着陛下的面说你是他的人。你这个妖女到底在耍什么花招？他的力气很大，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哥，你别这样，姐姐她刚醒过来，身子还弱。顾清雪在一旁柔柔地劝着，一边说还一边给我拍背顺气，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可她看向我的眼神却充满了怨毒和猜忌。她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我没有理会他们，只是一个劲儿的哭，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不知道。我的软弱和无知让他们更加烦躁，却也让他们暂时找不到发作的理由。他们只能认定我是被某个藏在暗处的与将军府为敌的势力当成了棋子，而那个鬼医就是棋手。他们把我扔回了清辉院，并派了4个膀大腰圆的婆子守在门口，美其名曰保护，实为监视。顾振雄大概是怕我在被下毒，死在将军府里，到时候跟皇帝没法交代。他们前脚刚走，我脸上的泪痕就干了。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4个守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凭这几个废物也想看住我？我推开窗，对着夜空用一种特殊的指法弹出一缕无形的劲风，劲风在空中盘旋，化作一只无形的飞鸟，向着城中另一个方向飞去。这是我教给2徒弟的传信方式，风宇宙比任何飞鸽传书都快，也更隐秘。做完这一切，我重新躺回床上，闭上眼睛。第1步棋已经落下，现在该轮到第2步了。第2天，整个京城的江湖圈子都炸了锅，一封战书被人用长钉死死地钉在了镇国将军府朱红色的正门上，落款是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楚狂人。楚狂人，新任的武林盟主，一个横空出生的剑道奇才，据说他一剑挑翻了整个江南武林。新任的武林盟主，一个横空出生的剑道奇才，据说他一剑挑翻了整个江南武林，无人能敌。战书的内容更是狂妄至极，他点名要挑战镇国将军府的少年天才顾晨，理由是听闻将军府武学天下无双，特来讨教，若不敢应战，便请摘下镇国将军的牌匾，免得贻笑大方。这已经不是挑战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顾晨收到消息，当场气得砸了自己最心爱的一把宝剑。他别无选择，应战可能会输，沦为笑柄；不应战，那整个将军府都会立刻成为全天下武林人士的笑柄。决斗的地点定在城外的落雁坡。那天，整个京城的百姓，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几乎都涌去围观了。顾晨穿着一身银色软甲，手持他父亲赐予的名剑破阵，骑着高头大马，在一众亲兵的簇拥下，意气风发地来到坡上。他要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洗刷掉这些天来将军府所蒙受的所有耻辱。而他的对手，那个所谓的武林盟主楚狂人，早已等在了那里。他只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布衣，戴着一个遮住大半张脸的斗笠，独自一人站在坡顶，身形看起来有些萧索。两人相对而立，气势高下立判。所有人都觉得顾晨赢定了。顾清雪也来了，她坐在远处搭建的华丽看台上，身旁是几位与她交好的贵女。她紧张地绞着手帕，嘴里却在安慰同伴：哥哥一定会赢的。那个楚狂人，
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江湖草莽罢了。决斗开始了，顾晨大喝一声，使出了顾家枪法的精髓，一招龙战于野，长剑如龙，带着万钧之势，直刺楚狂人胸口。这一招他练了10年，自信便是在沙场之上也能一招洞穿敌将的重甲。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一击，楚狂人也就是我的二徒弟谢流云动都未动，他只是伸出2根手指，在所有人都没看清动作的瞬间，他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顾晨的剑尖，锵一声脆响，顾晨势在必得的一剑就那么停在了半空中，再也无法寸进分毫。顾晨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用尽全身力气想把剑抽回来，可那剑就像被铁钳焊住了一样，纹丝不动。太慢了。谢流云斗笠下的嘴唇吐出3个字，下一秒他手指微微一错，咔嚓，金刚打造的名剑破阵竟被他用2根手指硬生生折断了。全场死寂，顾晨呆呆地看着手中断掉的半截剑，整个人都傻了。这把剑是他15岁成名时父亲送给他的，是他荣耀的象征。剑不错，可惜用剑的人是个废物。谢流云随手扔掉那半截剑尖，像是扔掉什么垃圾，然后他身形一晃，如鬼魅般出现在顾晨面前，一脚踹在他的胸口。顾晨像一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顾晨面前一脚踹在他的胸口。顾晨像一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重重的摔在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一招，仅仅一招，名满京城的少年将军惨败。谢流云没有再看地上的顾晨一眼，他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喧闹的人群，望向远处将军府的方向。我知道他在看我，虽然我身在清辉院，但我能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对着那个方向微微躬身，行了一个弟子礼，然后他转身对着山坡下成千上万的围观者朗声道：镇国将军府，浪得虚名。我这一身武艺师承一位真正的绝世高人，与我师父相比，尔等不过是井底之蛙。说完，他大笑3声，身形几个起落，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留下满地狼藉和一个彻底崩溃的顾晨。将军府的声望在这一日跌至谷底。然而这还没完，就在顾晨被人抬回府中的同一时刻，一个身穿锦袍、笑容可掬的胖子带着几个账房先生敲响了将军府的大门。他自称是四海通钱庄的管事。顾将军，他对着面色铁青的顾振雄笑眯眯地递上一本厚厚的账簿。实在不好意思，根据总号的命令，因贵府近期风险剧增，我们决定收回所有贷款，账目都在这里，请您3日内连本带利，一共370万两白银还清，一共370万两白银还清，否则贵府抵押的123处产业就要归我们钱庄所有了。370万两，顾振雄眼前一黑，几乎要当场昏过去，这是要了将军府的命啊！将军府的天塌了，军中断供，5民尽丧，如今又面临着倾家荡产的绝境。顾振雄一夜之间仿佛老了20岁，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找遍了往日那些称兄道弟的同僚，想要借钱周转，可如今谁都看得出来，将军府这艘大船要沉了，谁还敢往上跳？所有人都对他避如蛇蝎。顾晨自从落雁坡惨败之后，就将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整个人都废了。将军夫人整日以泪洗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报应。整个将军府愁云惨淡，只有顾清雪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太子身上，只要能成为太子妃，这一切危机都能迎刃而解。他打扮得楚楚可怜，跑到东宫去求见太子，却被门口的太监拦了下来。太子殿下正在读书，不见客。他不死心，在宫门口从清晨等到日暮，腿都站麻了，也没能见到太子一面。直到晚上，一个东宫的小太监才出来，不耐烦地扔给他一句话：顾小姐，您还是请回吧。殿下说了，与您只是君臣之义，并无私情，还请您日后自重。君臣之义，并无私情，自重这几个字像一把把尖刀，刺得顾清雪体无完肤。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将军府，整个人都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变了？为什么他经营了20年的完美人生会突然崩塌？他踉踉跄跄地走在回廊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当他路过清辉院时，他停下了脚步。院子里那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姐姐，正悠闲地坐在树下，煮着一壶茶，茶香袅袅，与院外的愁云惨雾格格不入。那一瞬间，所有的线索都在顾清雪的脑海中串联了起来。诡异的出现，武林盟主的挑战，四海通的逼债，太子的冷落，这一切都是从这个女人回来之后开始的。一股疯狂的恨意涌上心头，顾清雪猛地推开院门，双眼赤红地冲到我面前。是你对不对？她再也装不出那副柔弱的模样，面目狰狞地嘶吼着：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你这个恶毒的妖女，你见不得我好！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没有看她。妹妹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还装？顾清雪彻底疯了，她扑上来，想打翻我的茶桌，想撕烂我这张平静的脸。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这个怪物！然而她的手还没碰到我，一股无形的墙就将她挡在了3尺之外。她用尽全力，却无法再前进分毫。我终于抬起眼，平静地看着她。